太阳直径139万公里，足以装下130万个地球的巨大火球。当你把它压缩到一个直径只有6公里的球体时，它每立方厘米的物质重量将达到数十亿吨。恭喜你，你徒手搓出来了一个黑洞。黑洞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名字所暗示的洞，它不是一个空无一物的虚空，恰恰相反，它是宇宙中密度最高、质量最大的天体。当物质被极度压缩，当质量集中在足够小的空间里时，引力就会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连光那个每秒前进30万公里，宇宙中速度最快的存在也无法逃离。这就是黑洞最基本的定义，一个引力强大到连光都无法逃脱的区域。1915年，爱因斯坦在他的广义相对论中首次预言了黑洞的存在。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质量会扭曲时空，质量越大，扭曲越严重。而当质量集中到极致时，扭曲会严重到形成一种连光都无法逃脱的监狱。黑洞的本质实际上是时空的极致扭曲。想象一下，一张紧绷的橡皮膜，当一个很重的铁球放在上面时，橡皮膜会凹陷下去，形成一个坑。如果铁球足够重、足够小，凹陷就会变得极深，深到任何滚过这个小坑边缘的东西都会不由自主地滑向中心，永远无法爬出去。在宇宙中，黑洞就是这个凹陷的极致版本。它不是真的洞，而是一个质量集中到极点的天体，用引力在时空中凿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为了更好地理解黑洞的可怕之处，让我们用数字来感受一下。一个质量与太阳相当的黑洞被称为恒星级黑洞，它的半径只有大约3公里。3公里听起来似乎不小，但请记住，这3公里内装着整整一个太阳的质量。这意味着黑洞的密度高得离谱，比原子核的密度还要高出数亿倍。如果你能从黑洞外部观察它，你看到的不是这个黑洞本身，因为黑洞是全黑的，它不发出任何光。你看到的是它周围时空被扭曲的效应。就像透过哈哈镜看世界，你可能会看到黑洞背后的星光被弯曲、被扭曲，形成一个奇异的环状结构。黑洞有一个被称为事件世界的边界，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神秘，其实它就是一个不归路的分界线。事件世界是黑洞周围的一道无形的屏障，任何跨越这道屏障的物质，无论是行星、恒星、气体、尘埃，还是光本身，都再也回不来了。这就像一条单行道，一旦踏上去，就只能一路走向黑洞的核心，永远无法掉头。事件世界的大小取决于黑洞的质量，质量越大，事件世界就越大。对于太阳质量的黑洞来说，事件世界的半径大约是3公里，而对于Tang 618，那个质量相当于660亿个太阳的宇宙怪物来说，它的史瓦西半径达到了惊人的1950亿公里。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1950亿公里大约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300倍，是冥王星轨道的40倍。换句话说，如果把Tang 618放在太阳系中心，它的引力范围将吞没整个内太阳系，连冥王星都会被拉入它的引力陷阱。现在，让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驾驶着一艘宇宙飞船，
靠近一个黑洞。当你越过世界的那一刻，你甚至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碰撞，没有刹车，一切看起来都和平时一样。但事实是，从那一刻起，你的命运就已经被永远锁定了。无论你的飞船发动机多么强大，无论你如何拼命加速，你都不可能逃离黑洞的引力。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拉向黑洞的核心，在那里，你会被潮汐力撕成碎片，成为黑洞的一部分。这就是黑洞最可怕的地方，它不是用力量来征服你，而是用宇宙最基本的力量——引力，把你永远囚禁在它的内部。那么，一个质量达到660亿个太阳的黑洞，它到底有多大？它的引力能影响到多远的范围？它又是如何形成并成长到如此惊人的规模的？这些问题将引领我们深入探索这个宇宙中最神秘、最强大的存在。1963年，一个普通的夜晚，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霍洛尔山射电天文台里，一位年轻的天文学家正在例行公事般地巡视着观测数据。他的任务是搜索宇宙中的射电信号源，寻找那些可能来自遥远星系的异常现象。那时的天文学家已经知道，宇宙中存在一种极为明亮的天体，它们的光芒可以超越整个星系，但看起来却像是一颗普通的恒星。这种神秘的天体后来被称为类星体。就在那个夜晚，这位天文学家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这个信号来自天球上一个看似空无一物的方向，在那里，光学望远镜什么都看不到。然而，这个方向的射电辐射却强烈的不正常，强烈到几乎干扰了天文台周边所有的观测设备。天文学家们感到困惑，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射电信号源。他们给这个神秘的天体起了一个代号——Tang 618。后来人们才知道，Tang 618并非来自我们的银河系附近，它来自距离地球120亿光年之外的宇宙深处。120亿光年，这是一个让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距离。光每秒前进30万公里，1年的时间里，光能够穿越大约10万亿公里的距离，乘以120亿年，你才能得到Tang 618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意味着，我们今天观测到的Tang 618，其实是它在120亿年前的样子。那时，宇宙才刚刚诞生，大约14亿年，正处于婴儿期。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个宇宙霸主的身份档案。Tang 618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660亿倍。660亿个太阳，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如果把660亿个太阳放在天平的一端，而另一端需要放多少个地球才能平衡呢？答案是大约22万亿个地球。地球在我们眼中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星球，质量达到6乘以10的24次方公斤。但面对Tang 618，地球就像一粒沙子面对一座喜马拉雅山。Tang 618的史瓦西半径，也就是它的世界半径，达到了令人眩晕的1950亿公里。让我们把这个数字形象化，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被称为一个天文单位。如果用天文单位来表示，Tang 618的半径大约是1300个天文单位。这意味着，
从趟618的中心到它的边缘，距离相当于从太阳出发向外飞行1300倍的日地距离。冥王星距离太阳大约40个天文单位，所以趟618的半径是冥王星轨道半径的30多倍。整个太阳系，从太阳到最远的海王星，都被包含在趟618的事件世界之内。但趟618最令人震惊的还不是它的大小，而是它发出的光。趟618是一颗类星体，它的核心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周围有一个炙热的吸积盘。这个吸积盘中的气体被黑洞的强大引力压缩和加热，温度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摄氏度。在坠入黑洞之前，这些气体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旋转，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趟618的光度，也就是它每秒释放的能量，是太阳的760万亿倍，是整个银河系所有恒星总和的140倍。140倍银河系，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亮度。银河系包含大约2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每一颗都在燃烧自己的核燃料，释放光和热。它们的总和已经是宇宙中极为壮观的景象了。然而，趟618这一个天体，它发出的光就相当于140个银河系加在一起。想象一下，如果把趟618放在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比邻星的位置，它的光芒会亮到我们在白天都能看到，而且会亮得让我们无法直视。一个发光如此强烈的天体，为什么却是宇宙中最黑暗的存在？它的巨大质量从何而来？它的周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宇宙奇观？当我们凝视趟618的时候，我们凝视的不仅是宇宙中已知最大的黑洞，更是一扇通往宇宙最深奥秘的窗户。现在你可能会问，科学家是如何知道趟618有660亿个太阳质量的？毕竟没有人能够拿一个超级天平去直接称量一个距离我们120亿光年的黑洞。但天文学家有他们自己的方法，一种间接的但却极为精妙的方法。测量黑洞质量的技术基于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原理——引力。天文学家观察黑洞如何影响它周围的物质，通过分析这些物质的运动规律，就能计算出黑洞的质量。这与我们通过行星对恒星的引力作用来计算恒星质量的方法类似。当一颗行星绕着恒星旋转时，恒星的质量越大，行星就必须跑得越快，才能维持在自己的轨道上。通过测量行星的公转速度，天文学家就能计算出恒星的质量。对于趟618这样的类星体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是相同的。趟618的核心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它周围有一个巨大的吸积盘，这个吸积盘中的气体被黑洞引力牢牢锁定，以极高的速度绕着黑洞旋转。气体在吸积盘中旋转的速度接近光速，每秒将近30万公里。当物体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运动时，会产生一种被称为多普勒效应的现象。多普勒效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常见。想象一辆救护车鸣着警笛向你驶来，你会觉得警笛声越来越高亢。当它从你身边驶过，渐渐远去时，
警笛声又会变得越来越低沉。这就是声波的多普勒效应。靠近的声源使得声波被压缩，波长变短，频率变高；而远离的声源则使得声波被拉伸，波长变长，频率变低。同样的效应也发生在光波上。当气体朝向地球运动时，它发出的光会被压缩，使波长变短，光谱会向蓝色端偏移，这就是蓝移。当气体远离地球运动时，光会被拉伸，波长变长，光谱会向红色端偏移，这就是红移。TOIN 618的吸积盘旋转速度极快，因此吸积盘的一侧在强烈蓝移，而另一侧在强烈红移。天文学家通过分析吸积盘发出的光的光谱，就能测量出这种蓝移和红移的程度，进而推算出气体旋转的速度。知道了气体的旋转速度，再加上吸积盘的半径，也就是气体绕黑洞旋转的轨道大小，科学家就能计算出黑洞的质量。这个计算基于牛顿力学和开普勒定律的结合。虽然黑洞附近的时空扭曲使得情况比简单的行星系统更复杂，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旋转速度越快，轨道半径越大，中心的质量就必须越大。使用这种方法，天文学家计算出汤618的事件世界半径达到了惊人的1950亿公里。更重要的是，他们计算出这个黑洞的质量约为太阳的660亿倍。这个数字是通过分析汤618吸积盘的光谱特征得出的，误差范围大约在20%以内。对于一个距离我们120亿光年的天体来说，这种测量精度已经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但这种方法精确吗？科学家们一直在不断完善他们的模型，尝试将广义相对论效应、吸积盘的不均匀性、磁场的影响等因素纳入计算。不同的观测方法和分析技术往往会得出略有不同的结果，但总体来说，汤618的质量估计在500亿到1000亿太阳质量之间。660亿太阳质量是一个较为公认的数值。是否有更大的黑洞藏在我们尚未发现的地方？答案是很有可能。宇宙是如此浩瀚，我们目前的观测技术只能探测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汤618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它极端的亮度，它是宇宙中最明亮的持续发光天体之一。但那些亮度较低或吸积盘方向不朝向我们的超大质量黑洞，可能完全逃脱了我们的探测。科学家推测，宇宙中可能存在质量超过1000亿太阳质量的超级黑洞，而汤618的榜首位置或许随时会被刷新。汤618的质量如果继续增长，它最终会变成什么？这是科学家们正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黑洞的成长需要物质的持续供给，气体、尘埃、恒星，甚至其他黑洞。在汤618所在的早期宇宙中，物质相对丰富，为黑洞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但随着宇宙的演化，物质会逐渐被消耗殆尽，黑洞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汤618可能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它成长的某个极限，也可能仍在缓慢但坚定地继续增大。要理解汤618是如何长到660亿个太阳质量这样的庞然大物，
我们需要回到宇宙的最初时刻，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138亿年前，宇宙从一个被称为大爆炸的事件中诞生。在最初的时刻，宇宙炽热而稠密，充满了夸克、胶子和其他基本粒子。随着宇宙迅速膨胀和冷却，质子和中子开始形成，然后是氢原子和氦原子。这些最轻的元素是宇宙中第一批可见的物质，它们形成了气体云，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开始聚集。就是在这些气体云中，第一批恒星诞生了，大约138亿年前，也就是大爆炸之后的几亿年。第一批恒星点亮了大爆炸之后黑暗的宇宙。这些初代恒星非常巨大，质量可能达到太阳的数百倍甚至数千倍。当它们的核燃料耗尽时，它们并没有像今天的恒星那样平静地演化成白矮星或中子星，而是直接坍缩成了黑洞。这就是黑洞的种子。这些最早的恒星级黑洞质量只有太阳的几十倍到几百倍，与Tang 618相比，简直就是原子与星系的差距。但这些种子是一切的开始，它们将在接下来的138亿年里，通过吞噬周围的物质，一步步成长为宇宙中最恐怖的存在。黑洞的增长主要通过3种机制。第一种是吞噬，黑洞会吸引并吞噬靠近的物质，包括气体、云、尘埃、行星和恒星。当物质落入黑洞时，它会首先形成一个吸积盘，在被完全吞没之前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类星体发光的机制。Tang 618的吸积盘每秒释放的能量相当于760万亿个太阳。第二种机制是撕裂。当一颗恒星靠得太近时，黑洞的强大引力会把它撕裂成碎片，这个过程被称为潮汐撕裂事件。被撕裂的恒星物质会形成一条长长的吸积流，部分物质会被黑洞吞噬，其余的则被抛射到星际空间中。这种事件在宇宙中并不罕见，天文学家已经观测到多次潮汐撕裂事件，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黑洞如何进食的机会。第3种机制是合并。当2个黑洞相遇时，它们会相互绕转，越来越近，最终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这个过程会释放出巨大的引力波能量。时空的涟漪在2015年首次被人类直接探测到。引力波探测器 LIGO 探测到了来自10亿光年之外的2个恒星级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这2个黑洞的质量分别为太阳的30多倍和20多倍。对于超大质量黑洞来说，它们可能通过与无数恒星级黑洞的合并，一步步增大自己的规模。现在，让我们来估算一下Tang 618的成长速度。根据观测数据，Tang 618的吸积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物质。科学家估计，它每年吞噬的物质质量大约相当于数十个太阳。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可能并不惊人，毕竟太阳的质量是地球的33万倍，但请记住，这只是一个黑洞1年的食量，累积起来，仅仅1000万年的时间，Tang 618就能吞噬相当于数千万个太阳质量的物质。而宇宙已经有138亿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里，Tang 618有足够的机会成长为660亿个太阳质量的巨兽。但问题在于，
这种增长并不是线性的，宇宙在演化，物质在消耗，碳618周围可以吞噬的东西越来越少。科学家估计，在宇宙的早期，碳618可能增长得更快，因为那时宇宙中的气体和尘埃更加丰富。但即使如此，要在138亿年里增长660亿个太阳质量，仍然需要几乎不间断的高效的吞噬物质。这使得碳618的成长史本身就是宇宙中一个非凡的奇迹。碳618的成长过程中，是否发生过惊人的碰撞与合并事件？我们知道，大多数星系，包括我们自己的银河系的中心，都存在着超大质量黑洞。当两个星系碰撞并合并时，它们的中心黑洞也会逐渐靠近，最终合并。天文学家已经在许多星系的中心发现了不止一个黑洞的迹象。这些双黑洞甚至多黑洞系统可能正是星系合并留下的遗迹。对于 TON 618来说，它所在的星系可能也曾经经历过多次合并，才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观测到的这个宇宙怪物。碳618用了多长时间才成长到660亿太阳质量？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根据不同的增长模型，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十亿年到上百亿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碳618的形成和演化与宇宙的结构形成密切相关。当宇宙中的气体云聚集形成第一批恒星时，当这些恒星演化成黑洞时，当黑洞开始吞噬周围的物质时，当星系形成并碰撞合并时，碳618也在这个过程中同步成长，成为宇宙演化的一部分。它是否还会继续变大？答案是可能会，但速度会越来越慢。随着宇宙的演化，可供吞噬的物质会越来越少，黑洞的增长会逐渐放缓。但对于像碳618这样的巨兽来说，即使是小幅度的增长，也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未来的几十亿年里，碳618可能还会继续缓慢增长，但它的增长速率相比过去肯定会大大降低。如果有人问你宇宙中什么东西最亮，你会怎么回答？太阳？错了。银河系里所有的恒星加起来也错了，答案是类星体，而碳618就是其中最亮的之一。类星体是宇宙中最明亮的天体，它们的亮度可以达到普通星系的数千倍甚至数万倍。但与星系不同的是，类星体并不是由数千亿颗恒星组成的光点，它们只是一个单一天体的极高亮度。这个天体就是超大质量黑洞的吸积盘。当物质被黑洞引力吸引，开始螺旋式坠入黑洞时，它们会形成一个薄薄的圆盘状结构，这就是吸积盘。在这个盘里，气体被极度压缩和加热，温度可以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摄氏度。在 TON 618的中心，那个质量相当于660亿个太阳的黑洞正在吞噬着大量的物质。吸积盘中的气体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旋转，在坠入事件世界之前，它们被反复压缩和加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每1秒钟，碳618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760万亿个太阳释放的能量总和。这个数字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任何可以类比的东西。想象一下，如果你把整个银河系，包含2000亿颗恒星，绵延10万光年的巨大星系，放在Tang 618旁边，银河系会像一个萤火虫，相对于太阳一样暗淡无光。Tang 618，一个天体的亮度就相当于140个银河系加在一起。如果把Tang 618放在银河系中心，它的光芒会让银河系所有的4000亿颗恒星加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可见光，只是Tang 618释放能量的冰山一角。天文学家发现，Tang 618释放的能量中，大约95%都隐藏在不可见的紫外和 X 射线波段。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全部波段的电磁辐射，Tang 618会比我们用光学望远镜看到的更加明亮数千倍。如果Tang 618存在于相对较近的宇宙中，它的亮度可能会达到满月的程度，一个天体能够照亮整个夜空。这种惊人的能量释放效率，让科学家们对类星体的工作机制着迷不已。当物质坠入黑洞时，它会首先在吸积盘中获得能量，然后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个过程非常高效，大约6%到42%的物质质量可以被转化为能量。听起来这个比例可能不高，但相比之下，氢聚变成氦的反应只能将0.7%的质量转化为能量，而核裂变更是只有0.1%左右。换句话说，黑洞吸积是宇宙中最高效的能量转换机制之一。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Tang 618，我们会看到什么？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吸积盘，它围绕着一个看似空无一物的中心旋转。吸积盘发出耀眼的蓝白色光芒，中心区域是最亮的，那里的温度最高，能量释放也最剧烈。吸积盘之外是一个巨大的被电离气体包围的区域，这些气体被黑洞辐射出来的能量加热到数万摄氏度，发出暗淡的辉光。再往外是Tang 618所在星系的其他部分，数十亿颗恒星围绕着星系中心旋转，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状。但等等，你注意到那个中心了吗？你能直接看到Tang 618的核心吗？不，你不能。在黑洞的事件世界之内，一切都是完全黑暗的。事件世界是一个不归点，一旦越过这道屏障，你就再也看不到了。Tang 618的核心，那个660亿太阳质量的黑洞，就隐藏在吸积盘中心那片漆黑之中。为什么Tang 618的能量释放如此高效？它的吸积盘结构是怎样的？吸积盘的效率取决于物质坠入黑洞之前能够释放多少能量。物质离事件世界越近，它在坠入前释放的能量就越多。对于 TON 618这样的超大质量黑洞来说，由于它的引力范围极大，吸积盘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物质在那里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加速碰撞释放能量。这就是为什么超大质量黑洞的吸积效率可以高达40%以上，而恒星级黑洞由于尺寸限制，效率通常只有10%左右。如果有一天Tang 618
关闭了吸积盘，它会从宇宙中消失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吸积盘的发光来自于物质的坠落和加热，一旦物质供给停止，吸积盘就会逐渐冷却和消散，黑洞也会变得不可见。但黑洞本身仍然存在，它不会消失，只是从一个明亮的类星体变成一个沉睡的超大质量黑洞。事实上，宇宙中大多数超大质量黑洞目前都处于这种关闭状态。我们的银河系中心的黑洞就是一个例子。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质量约为太阳的400万倍，但它目前几乎没有吸积盘，所以它看起来只是一个暗弱的天体，而非明亮的类星体。钪618的能量景观让我们得以一窥宇宙中最极端的物理过程。在那片炙热的吸积盘里，物质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旋转，在磁场和引力的双重作用下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不仅是宇宙中最明亮的天文现象，也是检验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黑洞物理学的天然实验室。2019年4月10日，人类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由全球8座射电望远镜组成的虚拟望远镜网络——事件世界望远镜，公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照片中的主角是 M87 星系中心的黑洞，距离我们5500万光年，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这张照片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黑洞的真实模样。一个漆黑的中心，周围是橙红色的光环，那是吸积盘物质发出的光，被黑洞引力扭曲后形成的。M87 中心的黑洞已经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兽，65亿个太阳质量，这是一个连想象力都难以企及的数字。它的施瓦西半径大约是200亿公里，足以容纳整个太阳系内行星的轨道范围。然而，当我们将这个黑洞与钪618比较时，M87 的巨兽就变成了一个相对渺小的存在。钪618的质量是 M87 黑洞的10倍还多，它的体积更是大到难以描述。但钪618真的是宇宙中最大的黑洞吗？截至目前，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和确认的黑洞中，钪618确实稳居榜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宇宙的上限。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中可能存在着比钪618更大的黑洞。首先，我们的观测能力是有限的。钪618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它极端的亮度，它是宇宙中最亮的持续发光天体之一。但那些亮度较低的超大质量黑洞可能完全逃脱了我们的探测。如果我们把钪618的吸积盘方向调整90度，它的光芒就会被星际尘埃遮挡，我们可能根本无法发现它的存在。更糟糕的是，宇宙中可能存在大量没有吸积盘的裸黑洞，它们不发出任何光，完全融入了宇宙的背景之中。其次，我们的观测范围也是有限的。宇宙是如此之大，我们目前能够可靠探测的区域只限于可观测宇宙的一部分，也就是大爆炸以来光能够到达我们的区域。在这个范围之外，还存在着更加遥远的宇宙，那里的光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到达地球。在那些尚未被观测到的宇宙角落，可能就隐藏着比钪618更大的黑洞。
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在宇宙早期，似乎已经存在着超大质量黑洞。在大爆炸后不到10亿年的时间里，就已经有黑洞达到数十亿太阳质量了。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难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长成如此巨大的黑洞，需要极其高效的增长机制和近乎完美的物质供给条件。如果这些早期超大质量黑洞的存在得到确认，它们可能比我们已知的任何黑洞都要大。那么，宇宙中可能存在多大规模的黑洞呢？理论上，黑洞的质量并没有硬性上限。理论上，只要有足够的物质供给，黑洞就可以无限增长。但实际上，增长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当黑洞变得足够大时，它会开始显著影响周围的物质分布，甚至可能影响整个星系的演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超大质量黑洞的引力可能会抑制它所在星系的恒星形成，因为它会把气体加热或吹走，从而切断新生恒星的燃料供应。科学家推测，宇宙中可能存在质量超过1000亿太阳质量的超级黑洞。这些黑洞如果存在的话，它们可能位于宇宙中最大型星系的核心，可能形成于宇宙早期，并在数十亿年的演化过程中持续增长。在可观测宇宙的某些角落里，可能就隐藏着这样的宇宙巨兽。这些黑洞的存在对宇宙的结构和演化意味着什么？超大质量黑洞是星系演化的关键驱动力，它们发出的类星体辐射可以加热和电离周围的气体，影响整个星系的恒星，形成速率。当两个星系合并时，它们的中心黑洞也会合并，释放出巨大的引力波能量，可能重塑整个星系的结构。可以说，没有超大质量黑洞的存在，现代星系的许多特征就无法解释。但最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烫618是宇宙的上限吗？在它之后还会发现更大的黑洞吗？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等待下一代望远镜的建成和观测数据的积累来回答。欧洲正在建设中的极大型望远镜将在21世纪20年代末投入使用。它的镜面直径达到39米，将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细节观测遥远宇宙中的类星体。同时，空间 X 射线望远镜将继续监测宇宙中的高能辐射源，或许能够发现隐藏在深处的巨型黑洞。当你下次听到已知最大的黑洞这个称号时，请记住，这个称号可能随时会被刷新。宇宙是如此之大，我们的知识是如此之有限。每一次发现新的黑洞，都在提醒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奇迹是没有止境的。让我们把视线从烫618移开，放眼整个宇宙的宏大图景。黑洞，包括像烫618这样的巨兽，它们在宇宙的长远命运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黑洞是宇宙中最高效的能量转换器。当物质坠入黑洞时，它会在吸积盘中被极度压缩和加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仅仅1克物质在坠入黑洞前的能量释放，就相当于一枚小型原子弹的爆炸。但讽刺的是，黑洞同时也是宇宙中最浪费的天体。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只有大约10%的物质能在坠入黑洞前转化为能量，其余90%都被永远锁在事件世界之内，再也无法为宇宙贡献任何能量。
这个事实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如果黑洞继续吞噬宇宙中的物质，最终会怎样？随着宇宙的演化，恒星会逐渐燃尽自己的核燃料，几十亿年后，宇宙中的气体云将被消耗殆尽，新恒星将停止诞生，已存的恒星将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演化成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宇宙将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冷。在这个宇宙热寂的终极场景中，黑洞可能成为宇宙中最后存在的主要天体。它们会继续吞噬残余的物质、死去的恒星残骸、行星碎片，甚至其他黑洞，缓慢的但坚定的增长。在大约10的100次方年之后，最大的黑洞可能已经吞噬了宇宙中大部分可见的物质。但黑洞并非永恒的存在。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20世纪70年代证明，黑洞会通过一种后来被称为霍金辐射的机制缓慢蒸发。根据量子力学的某些微妙效应，黑洞的世界附近会不断地产生粒子、反粒子对。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粒子对会相互湮灭，重新变为能量。但在事件世界边缘，如果一个粒子恰好带有负能量落入黑洞内部，而另一个粒子带有正能量逃离黑洞，那么黑洞就会失去一部分质量。这个过程虽然极其缓慢，但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黑洞完全蒸发消失。霍金辐射的温度与黑洞的质量成反比，太阳质量的黑洞霍金辐射温度只有大约10亿分之一，开尔文接近绝对0度，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可观测的效应。但对于质量只有10的12次方公斤的小型黑洞，大约相当于一座山的质量。它的霍金辐射温度可以达到数十亿摄氏度，足以释放出明显的能量。对于 TON 618这样的660亿太阳质量黑洞来说，它的霍金辐射温度约为10的-17次方开尔文，比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还要低得多。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宇宙演化阶段，TON 618不仅不会蒸发，反而会通过吸积物质继续增长。然而，随着宇宙的持续膨胀，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将继续下降。当宇宙年龄达到大约10的20次方年时，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将降至接近霍金辐射的温度。从那时起，TON 618将开始真正的蒸发。这个过程将极其缓慢，需要大约10的100次方年才能完全蒸发。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宇宙已经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甚至原子都已经衰变，整个宇宙只留下稀疏的光子、氢子、粒子和不断蒸发的黑洞。最终，宇宙会变成什么样子？物理学家们提出过多种可能性。一种观点认为，宇宙会继续膨胀，所有物质逐渐远离，直到任何2点之间都无法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寒冷、黑暗、永恒的热寂状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宇宙可能会经历一次新的大爆炸，开启新的循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暗能量可能会导致宇宙加速膨胀，最终导致宇宙撕裂，所有物质被无限拉伸，包括原子和原子核本身会被撕裂。对于TON 618来说，它的最终命运很可能是在霍金辐射中缓慢蒸发，但这需要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在这之前，
宇宙可能已经发生了无数次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变革。Tau 618的存在，以及所有黑洞的存在，提醒我们，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并非来自物质的燃烧或化学反应，而是来自时空本身的扭曲。当物质坠入黑洞，它实际上是在消失于宇宙的基本结构之中，成为时空的一部分。随着宇宙的演化，所有物质最终会被吸入黑洞吗？还是说，黑洞最终会蒸发、消失，留下一个寒冷、黑暗的宇宙？Tau 618的最终命运是什么？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它们让我们得以思考，在宇宙的宏大叙事中，我们人类，连同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星系，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当我们回顾这整个故事，从黑洞的基本概念，到Tau 618的身份档案，到测量黑洞质量的方法，到黑洞的成长历程，到类星体的壮丽景观，再到宇宙的命运，我们会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宏大、如此古老、如此神秘的存在，以至于我们人类在它面前显得如此渺小。Tau 618的质量是660亿个太阳，它的年龄是120亿年，它的光芒来自宇宙诞生后不久的时代。当第一批人类开始在地球上直立行走时，Tau 618已经在宇宙中存在了将近130亿年。当我们建造第一座金字塔时，Tau 618的光已经在宇宙中飞行了超过130亿年。当我们发明望远镜，第一次把目光投向星空时，Tau 618的光已经旅行了138亿年，几乎跨越了宇宙的整个历史。而我们人类呢？我们最早的祖先大约在700万年前与黑猩猩分道扬镳，人类文明只有大约6000年的历史，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只有400多年的历史。我们花了100多年从理论上预言黑洞的存在，又花了50多年从观测上发现它们，然后用了100多年才拍下了第一张黑洞照片。相比于Tau 618已经走过的120亿年，人类探索黑洞的历程简直就像是一眨眼的功夫。但正是这种渺小，激发了我们探索的渴望。我们用越来越大的望远镜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光，这些光携带着Tau 618的信息，穿越了120亿光年的距离，来到我们的眼前，被我们的仪器捕捉和记录。我们用越来越精确的数学模型来计算黑洞的性质，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我们不断发展理论来理解这些极端天体。我们用越来越强大的想象力来填补认知的空白，把遥远的天文数字转化为我们可以理解和感受的形象。从最早的黑洞理论提出，那是1915年爱因斯坦预言时空扭曲的年代，到人类拍下第一张黑洞照片，那是2019年世界望远镜公布 M87 黑洞照片的时刻。我们用了1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人类的科技和文化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件事始终没有改变，我们对未知的永恒追问。Tau 618让我们意识到，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普通行星，太阳只是银河系中2000亿颗恒星之一，
而银河系只是可观测宇宙中至少2万亿个星系之一。在这些数字面前，660亿个太阳质量的Tang 618似乎也不再那么惊人。但正是这种渺小，让我们对自己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理解这么多关于宇宙的奥秘感到惊叹。我们仰望星空，不仅是为了寻找答案，更是为了提出问题。宇宙中还有比Tang 618更大的黑洞吗？宇宙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吗？这些问题没有已知的答案，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推动着人类不断向前探索。晚安。